Hello， 大家好，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已经和大家分析了关于骁龙8 Gen 的性能、功耗结论就是架构全面换新，在三星4纳米工艺加持下CPU 性能呢相比88不仅没啥提升，功耗呢反而是高了一截能效比88还差，实属是尴尬。但是 GPU 性能提升非常大，差不多是摸到了满血 A15的尾巴了。虽说功耗也很高，但是换算成能效呢依然要比88更强结合之前 Moto X30的表现，游戏体验相比88机型呢是有进步的，可是发热还是很大。所以也有不少网友说那会不会是 Moto 这边性能调度优化不够好散热没有堆到位导致呢？那么这次我们就直接买了小米12系列全部3款新机看看同样是8 Gen 1 12和12 Pro 这两台机的表现会不会更好同时呢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，在相同小尺寸机身下870和8 Gen 的表现谁会更稳些。因为本期数据测试工作量极大，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3连支持一波，感谢。理论的跑分性能方面呢，我们简单过一遍。在开启性能模式情况下，小米12和12 Pro Geekbench 5单核多核成绩呢都要比 Moto X30弱一些，尤其是小号的12单核呢是1151，多核呢只有3544，还不如一些88机型跑分来得高。12 Pro 呢单核是1168，多核呢是3686多核呢是怎么也跑不上3700。3D Mark Wildlife 无限制模式，3款8 Gen 1机型的表现呢是比较接近的，Moto 的跑分成绩依然要更高一些。小号12可能是机身散热性能差异依然要稍弱一些。所以从理论性能角度来说8 Gen 1的 CPU 呢其实就这屌样了，没啥反转，单核呢比88略有提升，多核基本是原地踏步。PPT 上说的20%性能提升，30%功耗下降，可能存在于多元宇宙里面三星3纳米版本吧。当然跑分环节呢其实也就图个乐，毕竟去年88夏天表现呢是历历在目，大家应该会比较关心这一次小米12系列的处理器日常性能优化、游戏帧率、续航以及发热等等。首先是日常处理器的调度上，常规旗舰 SoC一般是程序打开加载环节8核全开，提升加载速度，加载完毕之后呢再根据负载动态调整频率。而这一次小米12和12 Pro 这两台8 Gen 1新机默认模式下会对 CPU 的分值频率呢进行较大限制，即便是软件冷启动，这种考验多核性能的场景也是达不到最高频率的。比如说小核从最高的 1.8GHz 降到了 1.47GHz， 中核呢从 2.5GHz 降到了 2.2GHz， 降频幅度最大的还是 X2 大核，直接从最高的 3GHz 降到了 2GHz。 这波日常调度大家觉得确实有点太怂了。更新了MIUI 13的11 Ultra， 同样是均衡模式下，至少软件冷启动时能够达到最高频率，软件启动之后内部点击操作才会限制最高频率，降低发热。考虑到8 Gen 1炎龙级别的 CPU 功耗，这波基本就是牺牲了一部分峰值性能来降低机身的发热。但是从12 Pro 日常应用的流畅度来说，表现呢确实差点意思在淘宝等一些3A 大作信息流里面会时不时出现一些掉帧，而同样是均衡模式下的小屏12反而没有出现这种明显掉帧情况，感觉是优化上呢还存在一些问题。开启性能模式之后，处理器呢能够达到最高频率，整体流畅度呢会比默认模式稍好些。因为是冬季，新工作室的空调实在是达不到这个室温30度，这里我们在室温25度环境下简单模拟一下几台机子的日常使用发热情况。5G 网络下4分钟社交 App， 4分钟购物 App， 4分钟微信通话，再打开8款常用 App， 最后呢打开 B 站视频播放，分别记录手机的最高温度以及正面、背面、顶部、侧面4个点的平均温度。小米12X 平均呢是 38.6度，12 Pro 呢平均 40.5度，12呢是平均 41.7度。三台机子最凉快的还是870的小米12X。另外3款手机在手动固定200尼特的情况下，进入微博呢都会自动降到130尼特。横向对比的话，虽然说12 Pro 有更好的散热但和 iPhone 13、Mate 40 Pro、小米10 Ultra 这些机型相比的话，体感温度还是要更高的。看完了日常使用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游戏的实测环节。首先是老朋友光明山脉，偏向于 GPU 的测试。性能模式下，小米12平均帧率呢是 47.2帧，前面2分钟接近满帧，但是后面呢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频，最终稳定帧率呢大概是39到40，整机功耗呢是 7.4瓦，最高温度呢大概是48度左右。对比同样是8 Gen 1的 Moto X30默认平均帧率呢是 51.7帧，帧率高一些，但是温度呢也要高一些，整机功耗更低，这点呢应该也和屏幕功耗有关，一个是 Full HD 加，一个是 QHD 加。这么看来Moto 这个默认调度好像也没啥毛病，甚至要比小米12 Pro 更加开放积极。当然 Moto 开启高性能模式之后，发热呢确实也挺离谱，光明山脉最高可以达到60度。再来看一下小号的小米12，15分钟平均帧率只有 35.7帧，这波帧率表现和19年的85 Plus 好像也差不多进入游戏直接锁帧，整机功耗呢大概是5瓦左右，最高温度呢是46度。骁龙8 7年的小米12平均呢是 39.2帧，温度呢是48度，整机功耗呢是5.6瓦。当然了，光明山脉本质是偏向于一个烤 GPU 的测试接下来的原神才是更加考验处理器 CPU、GPU 综合优化能力的一个环节。性能模式下，12 Pro 平均是 50.9帧，整机功耗呢是 5.6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6度左右。结合游戏功耗、发热、帧率这些数据来看
这波表现确实还不错，看来小米这个自研动态性能调度确实有2把刷子。但仔细一看这游戏画面，不对啊，怎么比安卓端正常 720P 糊这么多？关闭抗锯齿一对比，好家伙，12 Pro 要比同样是新平台降分辨率的 Moto X30还更糊。因为渲染分辨率低，处理器即便是在一个较低的频率下，也能够保持相对的流畅度啊。比如说进入原神之后，12 Pro 中核最高频率呢直接锁在了 1.44 GHz， 大核呢直接是锁在了 1.28 GHz。难道发布会上原神平均50帧是这个分辨率下跑的？不过小米12和12 Pro 开发者选项里面增加了一个极致模式，一开始大米以为只是开放一些温控调度，但是开启这个选项之后呢，原神的渲染分辨率也恢复到了和 Moto 一样的 640P。游戏中大核中核频率也都来到了 1.7 GHz 左右，15分钟游戏平均是 53.3帧，整机框呢是7瓦，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9度左右，热源主要集中在顶部中框位置，手掌能够感知的发热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只是这么一看的话，在相同渲染分辨率下，游戏体验和 Moto X30相比也没体现出啥优势啊，发热和功耗也不如 720P 渲染的小米12 Ultra。再来看一下小屏的12，性能模式 568P 渲染，15分钟平帧率呢只有 38.3帧，进入游戏直接锁45帧，整机框呢是 5.9瓦，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8度。开启极致模式之后，640P 渲染，15分钟平帧率呢是 40.2帧，整机框呢也达到了 6.6瓦啊，机身最高温度呢是来到了50度左右啊。对比87年的小米12 X， 720P 渲染，平帧率呢是 42.3帧，整机框呢是 5.2瓦，最高温度呢是46度左右，各方面呢都要比小米12表现更好。去年 K40用870干翻 K40 Pro 的888还历历在目，没想到今年同样机身尺寸下，8建议还是不如870啊，确实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啊。不过看到小米12这个 6.6瓦的整机功耗，大米也是虎躯一震啊，你这帧率都这么拉了，功耗怎么还这么高呢？然后看一下 CPU 的调度，好家伙，X2大核前面6分钟直接全程标在 2.8 GHz， 调度上来说可以说是超勇的，比机身更大、散热更好的12 Pro 呢还更猛，这应该也是12跑原神功耗偏高的一个原因。所以游戏性能环节的结论其实和 Moto X30呢差不多啊，虽然说8G 的 GPU 能效比88有提升，游戏体验有进步，但是因为 CPU 实在是太拉了，对于绝大多数常规旗舰来说，撑死呢也就865水平。如果放开跑，那么功耗和温度一般手机呢都是接受不了的。看到这里呢，肯定有网友会说，那我不玩原神这类高负载游戏，就玩王者荣耀90帧这种中等负载游戏，8G 的体验应该还都 OK 吧？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因为小米12 X 王者荣耀呢是无法开启极致画质选项的，为了保证测试环境统一，其他几台机子呢也都是在高清这个画质选项上进行测试的，分辨率呢都是选择超高。对于王者荣耀90帧这种中等负载场景，我们也是尝试着用默认的均衡模式玩了一下，结果无论是12还是12 X， 又或者是12 Pro， 全部都出现了锁帧。12 Pro 进入游戏直接锁60帧，12后半段会锁60帧，12 X 进去是锁85帧，后半段呢会降到75帧。所以说今年小米12系列默认这个均衡模式调度温控啊，可以说是极怂了。开启性能模式之后，小米12 Pro 平均 89.9帧，12呢是平均 89.5帧，12 X 平均 88.2帧都能够稳住。但是让大米比较黑人问号的是，即便是王者荣耀这种中等负载游戏啊，小米12和12 X 以及12 Pro 这3台机子也都存在降分辨率的问题。相同设置下，12 Ultra、12 Pro、X30就是正儿八经的 1080P 渲染，但12 X 呢是强制降到了 720P，12和12 Pro 整体画面精细度呢介于 720P 和 1080P 之间。而且王者荣耀不管你是开极致模式还是调整 GPU 选项，都是一样降。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啊，任何通过强制降低分辨率的方式提升流畅度的做法都是很扯淡的。那865手机原神降2档分辨率，岂不是可以 KO A15了？而且很多游戏本身呢都有不同分辨率的设置开关，我要降低分辨率自己调不就行了？续航方面，300尼特亮度5G 数据流量模式下，1小时微博，1小时淘宝，1小时 B 站，外加 WiFi 环境下的1小时王者荣耀。然后呢是吃鸡玩到没电。小米12 X 亮屏续航成绩呢是5小时43分，小米12亮屏续航成绩呢是5小时15分。12 Pro 亮屏续航成绩呢是5小时16分。870加小屏在游戏发热、续航这些方面的体验上，确实会比8建议加小屏好许多。当然，拍照环节我们会在12系列深测下片中对比。OK， 那么简单总结一波3台小米12系列新机的性能、发热、续航。这期测试啊，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测小米手机性能最繁琐的一次，要测均衡模式，又要测性能模式，现在还来了一个极致模式。关键还分析各个模式下的性能区别，有没有降分辨率，开启这个选项开关之后，分辨率会不会回来？总感觉小米11烧 WiFi 之后，新机的性能调度策略可以说是极其保守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过于保守了。8建议的12和12 Pro 通过限制日常运行的最高频率，一定程度上呢降低了手机的发热，但也牺牲了一部分性能。可以说是针对8建议 CPU 功耗过高的一个妥协方案。当然，小米在设置中也给了一个可以满血的开关，可能一个适合冬天，一个适合夏天。
但目前来说，小米12 Pro 日常应用内的流畅度是有待加强的。游戏环节3款新机如果是默认用均衡模式，调度温控都很松，连王者荣耀都锁帧降分辨率，是大米没想到了，就更不用说原神了。所以对于喜欢玩各种手游的用户来说，大米的建议呢，要么是继续盯865，要么就买个2000档的870过渡一下，完全可以跳过目前这波8进1新机啊，可以等下4纳米的天玑9000，或者说台积电4纳米版本的8进1再看看。因为任何使用生命周期长的机型，其实都离不开一颗性能强劲、同时能效出色的 SoC， 但8进1目前测试下来呢，着实是不太行。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小米12、12X、12 Pro 这3台机的性能续航发热全面测试了。喜欢视频的同学，还希望能够3连支持一波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小米12系列深度评测下篇已经在抓紧时间制作中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